1974年7月1日，放下一身功过得失，可能是二战后世界范围内个人魅力评价最高的独裁者之一胡安·培龙突发心脏病去世，在上百万支持者的簇拥下与世长辞，留下了去向不明的阿根廷。他的第三位妻子伊莎贝尔临时接管国家日常运作，成为西半球第一位女性国家元首。不过，更为人所熟知的应该是他的第二位妻子伊凡，也就是著名的培龙夫人艾薇塔。以他为主角的音乐剧《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可谓是家喻户晓。今天我们来聊聊胡安·培龙，以及他和他的妻子艾薇塔影响下承接那个充满希望和可能性，却又形势极其复杂的阿根廷。这里是巫女花散里，一个演绎历史传奇的频道，记得点赞哦。作为南美洲最为重要的城市之一，布宜诺斯艾利斯有着悠久而有趣的历史。它不幸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多次生活在秘密警察阴影之下的城市，曾被外国势力攻击，也被自己的海军轰炸过。它是很多拉丁美洲历史上最著名的无情独裁者、最充满人格魅力的理想主义者和最重要的作家和艺术家们的故乡。这座城市经历过拥有欧洲大国首都一般惊人财富的繁荣时期，也有过上百万贫困人口挤在贫民窟里的艰难时刻。胡安·培龙就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郊区，但由于他的父亲尝试从事各种职业，包括放牧，所以他的大部分青年时期是与家人在巴塔哥尼亚的严酷地区度过的。16岁时，他进入国立军校进修，后来顺理成章地加入军队，成为一名职业军人，在步兵队服役。不过那时阿根廷富裕家庭的孩子进军校贴金，一般是进骑兵队。1929年，他与第一任妻子奥雷利亚结婚，后者不幸于1937年死于子宫癌。到20世纪30年代末，培龙已经闲置中校，成为阿根廷军队中一名主要官员。在培龙入伍时，阿根廷还是个强国，虽然称不上世界列强，但也是次强国家中比较显眼的一个。但到了这个时候，阿根廷正经历着著名的臭名昭著的10年中最黑暗的时期，已经从一方强国跌入了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的深渊。不过好在阿根廷的强项一直都不在军事上，这10几年来虽然连续的发生军事政变，但是都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而且也因为阿根廷军事规模并不大，中校的培龙已经算是阿根廷比较显眼的军人了。事实上，在培龙的一生中，阿根廷本土都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即使其中包含了第2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高潮期。1938年，他作为军事观察员前往欧洲，访问了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和一些其他国家。在意大利时，他当时就被意大利总理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的风采和言辞所吸引，不仅非常佩服，而且着力模仿他。在第2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培龙就离开了欧洲，原因倒并不是因为欧洲的战事，主要是因为当时阿根廷又到了军事政变的时期。到了20世纪40年代，从墨索里尼那里学到精髓的胡安·培龙已经显示出他的雄心勃勃和极高的个人魅力，政治的持续动荡也给了他前进的机会。1943年，他已经成为上校，作为支持埃德尔米罗·法雷尔将军对拉蒙·卡斯蒂利亚总统发动政变的主要支持者之一，胡安·培龙被授予了战争部长和劳工部长的职位。作为劳工部长，他对阿根廷自由党进行改革，使之更加符合工人权利的时代潮流，这让他获得了阿根廷工人阶级的广泛支持。在他之后的政治人生中，阿根廷工人阶级的支持程度一直都是他政治实力兴衰的关键因素。1944年到1945年，法雷尔进一步任命培龙为阿根廷副总统，但是到了1945年10月，军政府内部的保守派发动攻势，试图排除他。一时之间，他不仅辞去了副总统职务，甚至被捕入狱。但他的第2任妻子艾薇塔为他四处奔走，领导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各地工人群起响应，最终军方不得不妥协，恢复了培龙的职位。其实艾薇塔和培龙当时还没有结婚，他们本来是在1944年的地震救援工作中认识的。当时培龙是赈灾的官员，而伊凡是义演歌手，人称艾薇塔。在他们准备结婚的时候，保守派发动了攻势。1945年10月，胡安·培龙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和艾薇塔完婚。艾薇塔对胡安·培龙的重要性非同一般，无论是生活上还是政治上，艾薇塔并不高贵的出身和艰难的奋斗历程，使得他对阿根廷贫困和受压迫人民的遭遇有着极高的共情。他为最贫困的阿根廷人发起了各种有效的社会分配改革运动，促进妇女选举权的落实，亲自在街上向穷人发放现金。这些事情在当时的阿根廷并不会因为他是总统夫人而变得轻松，相反，他在培龙政治失势的时候，依然正面来自政敌们的强大压力，持续推进着这些保障社会底层基本权利的活动。在他1952年去世后，梵蒂冈的教皇收到无数请愿信，要求将他追封为圣人。以他为主角的音乐剧《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可谓举世闻名。话说回来，击退军方保守派的进攻后，培龙夫妇决定乘胜追击，在军政府之外组建起了工党，
并且于1946年2月赢得大选，培隆当选总统。经过多年动乱，阿根廷人终于迎来了第一个由正常选举产生的总统，而阿根廷的历史也由此分野，从臭名昭著的10年进入了培隆时代。培隆夫妇所建立的这个工党，经过各种吸收演变，变成了现在的阿根廷正义党，依然是阿根廷议会中的核心力量。那么在培隆的第一个任期，他还能有效地管理国家。当时他的目标是增加就业和经济增长，以及国际主权和社会正义。他将银行和铁路国有化，集中管理粮食工业，并提高了工人的工资。他规定了工人每天工作的时间上限，并使大部分阿根廷劳动者都获得了每周日休息的权利。而在大的国家项目上，他在第一个任期驱逐了殖民者和帝国主义的资本势力，还清了外债，建造了许多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在国际上，他宣布了著名的第3条道路或者第3立场，现在可以直接称为培隆主义，防止被冷战中的2大阵营控制，并成功的与美国和苏联都维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当然，也有和美苏都交恶的时候。不过2大阵营也都不能拿他怎么样，整个阿根廷一片欣欣向荣。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强国都在2战中被极大的削弱，阿根廷几乎拥有了超过20世纪初期的国际地位。那么迅速地恢复了动荡的国家和经济。1951年，培隆毫无悬念地开始了他的第2个阿根廷总统任期。然而不幸的是，埃维塔在1952年就去世了，一切变得急转直下。培隆过于激进的社会福利措施，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当时阿根廷的经济能力。随着2战后从外国资本家手中没收来的外汇耗尽，经济也就变得停滞不前。以前在埃维塔的人格魅力下隐藏起来的社会矛盾，逐渐地显现出来。在世俗上，培隆政府一直无法很好地解决腐败问题，甚至越演越烈。在宗教上，培隆政府又过于不顾及整个社会的保守天主教氛围，这一切都使得工人阶级逐渐对他失去了信心。他的反对者，主要是不赞成他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军中保守派，也越来越多的公开活动。然而培隆并没有去理会他的所谓进步改革，即使是对于当时的阿根廷工人阶级而言，都有些过于进步了的事实。在一次试图使卖淫和离婚合法化之后，他被逐出了教会。这件事让他同时开罪了保守的精英阶级和保守的工人阶级。1955年，他举行集会，试图安抚社会上反对他的运动。军事保守派乘机发动政变，阿根廷空军和海军轰炸了作为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心广场的5月广场，造成近400人死亡。9月16日，军事领导人在科尔多瓦宣布已经夺取了政权。9月19日，培隆被赶下台，逃往西班牙，寻求另一个墨索里尼支持者的庇护。培隆在接下来的18年里一直都是流亡状态，主要是在委内瑞拉和西班牙。尽管新政府将支持培隆的行为定义为非法，即使是在公开场合提及他的名字也不被允许，但是他在阿根廷的政治中依然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他支持的候选人经常能够获选。不过此时的阿根廷仿佛又回到了臭名昭著的10年，军事政变一个接着一个，虽然偶尔也有民选总统上台，但是都迅速的被军事政变推翻。议会势力和军政府在绵绵不绝的内斗中耗尽了阿根廷本就所剩不多的资本后，培隆成功的说服两派接受由他回国组织过渡政府，同时民众也厌倦了旷日持久的政治动荡和毫无起色的经济。1973年，有数百万人要求接回胡安·培隆，阿根廷政府选择妥协。这一年，培隆的代理人赫克托·坎波拉当选为阿根廷总统。6月20日，培隆从西班牙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300多万人涌入机场欢迎他。但当时右翼培隆主义者和左翼培隆主义者竟然发生了冲突，右翼培隆主义者开枪，造成了13人死亡。无论如何，坎波拉辞职之后，胡安·培隆轻松当选，但是常年流亡在外，他已经失去了控制阿根廷政治精英集团的组织能力。右翼和左翼的培隆主义者公开争夺权力。不过作为一名精明的政治家，他很好地遏制了双方的冲突等级，并且逐渐完成了对当下阿根廷政治精英势力的整合。但在重新执政仅不到1年之后，他就于1974年的7月1日死于突发心脏病，甚至来不及至少让阿根廷恢复秩序。胡安·培隆在阿根廷留下了极大的政治遗产，就影响力而言，他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查韦斯这些人齐名，他的政治品牌甚至有培隆主义这个自己的名字。至今，培隆主义都作为一种合法的政治哲学在阿根廷依然存在着。它包含了民族主义、国际政治独立和大政府主张。2007年到2015年担任总统的克里斯蒂娜就被认为是培隆主义者。然而，他的批评者指责他的统治下经济停滞不前，特别是农业方面，而且他把国家官僚机构的规模扩大了1倍，给创造价值的国民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他流亡时对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承诺为其回归创造了希望，但是他并没有兑现这些承诺。无论如何，胡安·培隆对阿根廷而言是一个历史节点等级的人物。
真正他所带来的大烈度的影响，得在他死后的某个突发事件时才能看得到。至少现在这个事件似乎还没有发生。都看到这里了，别忘了点赞关注啊！这里是巫女花散里，也关注世界和当代的历史演绎频道。我们下期再见。